斯洛普本是一颗完美星球，直到一颗小行星到来将其摧毁。100名成年人和他们的复制人各获得了一只小蛹，逃到外太空，在渺无人烟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家园。他们坠落到了地球，被困在了这颗人山人海的星球上，并在这里展开了充满荒诞和无厘头的3季的故事。如今第4季动画正式上映，一家子外星难民继续在漂亮国四处碰壁，享受低人一等的生活。由于主唱贾斯汀·罗兰离开团队，原本由他配音的寇佛换了另一个声优丹·史蒂文斯。本集动画一开场，新声优就用旁白的方式将这一改变明确告诉观众，还幽默地进行自嘲，属于是我先预判观众的反应，把自己骂一顿，别人就无处下口。说回正文，寇佛终于修好了外星飞船，在将地球小家的家具全部清仓大甩卖，一件不留后，他带着家人们坐上飞船，准备飞向宇宙，迎来新的征程。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鸟地球了，家人们热烈鼓掌。不管之前他们对寇佛有多少意见，但在这一刻，他就是真正的英雄。泰瑞还拍马屁说：“你把我们这群猪队友硬拖到了终点线。”寇佛以老大身份穿上了深 V 诱惑，这几个月可把他给累坏了。白天上鸟班，晚上修飞船，还得照看永宝，免得他再出幺蛾子。然而在驶向星辰大海的瞬间，寇佛忽然惊醒，美梦成真，变成了黄粱一梦。他在做简报时打起了瞌睡，他还在那个卖耙子的鸟公司被刻薄主管指着鼻子骂。公司花了几百万做实验，想发明让树掉光叶子药水，好让公司几十万套草耙子库存能卖出去。业绩不佳，公司只能削减开支，被削的当然是员工的工资和福利。寇佛和泰瑞说白了就是销售，业绩压力很大，生活不易，外星人也叹气呀。家里的孩子们感觉不到经济压力。永宝在家独自玩拼块游戏，杰西和小雷忙着去上学。为了做太阳系模型作业，杰西熬了个通宵，但他为了得高分，差点暴露太阳系里的隐形天体4号地球、梅根星和海后星。寇佛让他再熬个通宵重新做。人类是不应该知道隐形天体的，否则他们为什么隐形？寇佛辛辛苦苦的做早餐，小雷这小屁孩不知道感恩还挑食。在送孩子们上学前，寇佛和他们约法3章：禁止孩子们杀同学、打同学、骂同学，凡事要低调。杰西和小雷勾着手出门，用手肘上的营养孔交换资讯，被一群派对女孩嘲讽说：“哪有青春期的兄弟姐妹还这么腻腻歪歪的？把宅男老哥或躁动小弟当成青春期最大的敌人，才是每个潮流女孩应该做的事儿。”为了不被同龄人当成怪胎，杰西和小雷只好被迫分开，装成完全绝交的样子，否则就没法结交新朋友了。周一对学生和上班族都一样痛苦。寇佛一想到这份烂工作就撞墙，泰瑞一上班就盼下班，一放假就祈求公司爆炸。但为了讨生活，他们只能屈服现实。耙子公司的同事们也很糟糕，在怪异和奇葩这方面，他们个个身怀绝技，不同凡响。学校这边，杰西和派对女孩们混在一起，他们听说杰西和弟弟绝交，对他刮目相看。没有什么事儿比背叛家人更酷了。女孩们说，他们用各种方法恶搞过弟弟，比如在弟弟的咖啡里倒白粉，让他们染上毒瘾滚去戒毒所，或者在弟弟的卧室里藏摄像头，趁他剃毛时直播，让他社死滚去乡下外婆家。女孩们极力怂恿杰西在学校舞会上恶搞小雷。为了讨新朋友的欢心，杰西决定照办。小雷单飞后，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和教职工混在一起，白嫖他们的甜甜圈和雪茄，在教职工休息室里吐槽学生，放学了还能蹭一杯酒喝。孩子们在学校玩的美滋滋，寇佛和泰瑞却度秒如年，恨不得让电梯永远不能到达，好逃避漫长无聊的会议。途中他们撞见别的公司，居然在办公室里摆放了一个乒乓球桌，而且还是老板自掏腰包买的。员工们有事没事就打乒乓，团队氛围非常和睦，没有愁云惨淡，尽是欢声笑语。寇佛和泰瑞大受触动，认为他们的公司也需要一台乒乓球桌，赚不到钱没什么，至少工作氛围是轻松愉快的。两人跑去向主管提意见，主管忙着打一个重要的电话，没空搭理他们。两人抢了话筒，据理力争，甚至请来了气氛烘托组。主管有眼不进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都只是滔滔而述说 no。骂退了两人后，主管抢回话筒，继续和女友聊天。没有业绩，连主管都沉迷于上班摸鱼。寇佛和泰瑞长叹一声，随即振作斗志。他们决定说服公司其他员工，用一份所有人签名按血手印的请愿书，逼主管就范。不过这事儿可不好办，他们和同事素来不和，想讨要签名，必须先刷够好感度。运筹帷幄，全靠飞船的 AI 艾伊莎。他制定了一份执行计划书，准备行动的时候，泰瑞觉得寇佛很有领导才能，要是能取代主管，掌控耙子公司，大家的日常都能好起来。这话在寇佛心里生了根，同事攻略行动正式展开。两人首先找到爱吃甜食的道格，给他送了一整车点心棒。前台小美和销售小帅互相眉来眼去，暗送秋波。小美碍于有了男友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出轨，托尔泰瑞便假扮成 Beach
勾引小美的男友搞一夜情。寇佛拿着照片去告诉小美，小美从此再无顾虑，和小帅干柴烈火起来。财务部的寡妇因为老公意外出车祸离世，一直沉浸在伤痛中。寇佛二人抓来了那个肇事逃逸者，送给他随意处置，狠狠地动用私刑报复。经过一系列努力，寇佛二人终于攒齐了同事们的签名。他们闯进办公室，将请愿书扔在主管脸上，命令他顺应民意，速速买来乒乓球桌。如果怕放办公室影响大家工作，那就放在锅炉室里。主管竖起2根手指说：首先，锅炉室非常危险，不是打乒乓的好地方。其次，因为部门业绩不佳，一仓库牌子没卖出去，董事会打算裁撤这个部门。如果主管不能在会议上说服大股东们，大家都得失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寇佛和泰瑞非常惊讶。另一边，永宝整天在家里埋头放拼图块，忙活了好几天都没有成功。艾伊莎试图给他提示，永宝却上了头，较起劲儿。杰西忽然闯进飞船，控着舱，问艾伊莎要迪克镭射枪。他计划在学校舞会上趁着小雷上台领奖时，用镭射枪偷袭他，让他全身长满迪克，当场射死，沦为足以载入校史的笑柄。艾伊莎奉劝杰西要和家人相亲相爱，小雷已经丑到没人爱了，再搞他是要让他死呀。杰西反驳说自己已经很宽容仁慈了，要是按照派对女孩们的恶搞办法，小雷只会更惨。艾伊莎又劝你的手肘孔需要信任才能保持敞开通畅，否则它会永远愈合。杰西一听这话有点慌起来，内心刚开始动摇，忽然撞见小雷带着教授工在后院里飙车发疯，还向他发来亲切的问候，送你一句 fuck you， 杰西。这可是小雷主动挑起的战火，杰西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艾伊莎见劝不动，马上送来迪克镭射枪，美其名曰要给青少年犯错的自由。当天晚上，背负着巨大工作压力的主管在家借酒消愁。酒酣意乱时，他从仓库里翻出了童年回忆箱，里面有一张珍藏的照片，那是他被老爹第一次带去打乒乓。童年是多么无忧无虑啊！主管长叹一声，最后心一软，决定满足寇佛等人的愿望，买来乒乓球桌放在锅炉室里，作为交换条件，他要打第1场球赛。寇佛和泰瑞大喜过望，纷纷惊叹说：“没想到你人还怪好的嘞！”不料主管脚下一滑，脑袋插到了锅炉钢管上。他用生命证明了一件事：锅炉房打乒乓确实很危险。再过几个小时，董事会叫回主管开会了。他现在这副死样，怎么说服股东们不要裁撤部门？艾伊莎长叹一声，日常替这帮惹祸精擦屁股。他提供了几种复活药。主管虽然成功复合，但他的身体还没有痊愈，脑袋还开着花。这种异常状态让主管非常亢奋。他在会议上表演了跳楼。董事会买通警方，将此事定为主管精神脆弱，扛不住工作压力自杀后，将泰瑞提拔为了新主管。因为他在帮主管拖延时间时讲的冷笑话，让股东们觉得很有意思。金主爸爸办事就是如此任性。泰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扔掉乒乓球桌。寇佛又惊又怒，这个混蛋屁股一换地儿，就直接背叛打工人阶层了。另一边，学校舞会正式开始，女孩们穿上礼服，抢起了换新药。为了整哭小雷，派对女孩号召所有投票，让他得了身材进步奖。在杰西准备开枪时，看不下去的永宝用营养孔连接杰西，让他回忆起出生时的情形。杰西和小雷是2颗迟迟不生长的胚芽，直到研究人员将他们种在一起，他们才互相依偎扶持着成长起来。杰西深受触动，他不能为了讨好几个婊子背叛自己的家人呀，于是收了手。派对女孩们就等着看好戏，一怒之下抢走了镭射枪要开火。杰西急忙一推，枪口一偏，误伤了另一名派对女孩。小雷得知杰西迷途知返的时候，也阻止他上台领奖。他事先设下了陷阱，杰西一上台就会被爆头。要论整蛊，还是小雷够狠呀。以上就是《外星野难民》第4季第1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妮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视频，我们再见。